情深深啊，雨蒙蒙，技术一哥就是行。昨天的视频啊，我看有的粉丝跟我说我这把雪橇锯啊，根本就不是一把锯，它明明就是一把斧头。对，我承认，虽然我这把武器看起来确实像一把斧头，但是雪橇锯这个名字也不是我起的呀，兄弟。哪怕是它长得像把长矛枪，人家起名字说这是一把雪橇锯，那我也得叫它雪橇锯。这个东西不是我说了算的啊。那么本期视频呢，我的主要任务目标很明确，兄弟们。目前这个城墙呢，基本上已经快建好了，索性呢，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啊，直接给它搞完就完事儿了。那么在这里我还有个问题啊，兄弟们，城墙的外围我们需不需要给它围上一圈铁丝网片？如果需要的话，这个铁丝网片的数量好像还不太够。这小怪就很烦，你说他打我一下吧也不疼，他真的就是膈应人。我去，这个厉害，赶紧跑！兄弟们看到了吧啊？虽然我现在已经围上了城墙，错，是围上了一部分城墙，但是呢，由于我家的火力不够啊，这帮死狗啊还是非常的嚣张，所以说今天咱们见缝插针，还得去矿洞收集一点铁矿啊。目前我真的是穷的叮当响了啊！本想再用家里的铁锭制作一个哨兵，说来也巧啊，刚好35块铁锭啊，距离制作一个哨兵就差1块铁锭。不得不说，这1块铁锭真的是难倒技术一哥，那还废啥话呀，兄弟们！我一个 TP 大法就来到了海底隧道。之前这个地方我说是探索了啊，其实我没有探索完。今天再来呢，咱们再收个尾。哎呀，这宝箱里不得不说啊，真的是不给力。你说我这一打开，里边放着100块铁锭，我是一种什么心情呢？探索这个海底隧道啊，固然危险很多，可是我会在乎吗？今天的技术一哥并非往日啊。上期视频我这出门寻找电池啊，说实话这把雪橇锯啊没怎么使用。那今天呢，来到这个矿洞，我就要给它好好用一用。现在呢，对付这种半身丧尸啊，我就很有自信。雪橇锯来一下，自信回头挖铁矿，我都不带瞅他第二眼的，必死无疑，兄弟们。就这样，很快啊，隧道里的铁矿被我挖的差不多了。于是呢，我就来到了大峡谷里。可是呢，万万没有想到啊，在这里我居然遭到了废人的待遇。我就挖了块铁矿，一回头，好家伙，可能是这个峡谷刚好处于海底隧道的中间位置。我这一驻留不要紧，所有的丧尸都来了，什么大的、小的、胖的、瘦的、高的、矮的、粗的、细的。我这一时间啊，要不是这把雪橇锯，我还真有点招架不住。就目前这个场面啊，你们就随便感受一下，兄弟们，丧尸不间断啊，死一只来一只，死2只来2只。这一刻我忽然感觉啊，连刷怪塔都不用做了，在这里打丧尸就完事儿了。2500只丧尸嘛，不就是？我估计2个小时啊，差不多。然而呢，我刚下定决心。好家伙，幸好我脚底下有个方块啊！这爆炸丧尸真的是不讲武德，他这一爆炸，不过也挺好，脚底的丧尸全被他炸死了。这次的探索呢，也算是有惊无险，毕竟我现在装备和武器都是顶级的。刚才那个位置看到了吧，聚集了好多丧尸，所以说我把哨兵啊给他放在里边了。一转身回到家，好家伙，兄弟们，废土兽，这个家伙可是会召唤凋零骷髅的。当时看到他刷新在家里，我也是吓坏了啊！我家一共2层啊，所有的地方都给他铺上地毯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这家伙居然刷新在楼梯上。之前我建城墙的时候啊，就有粉丝笑话过我，他说这个丧尸都会刷新在你家里，你建个城墙有啥用啊？现在想想吧，倒也不是多余，兄弟们。当时建他的初衷呢，就是为了能更好的保护一下自己，毕竟在家中刷新丧尸这种事情还是比较少见的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城墙啊还是有必要的。家里多余的铁锭，我又给他制作了2个哨兵，咱们还是先给他放在走廊里，毕竟走廊这个位置啊是很容易刷丧尸的。然而呢，这一放不要紧，我直接被围攻了。即便是当时我以很快的速度跑回家，但是也未能幸免。刚说了我有最好的武器和装备，这不是啪啪打我脸吗？复活以后天都亮了，这个哨兵索性就放在这里吧。大事不能忘，兄弟们，还得建城墙啊。然而这次拆家的地点我把它选在了雪地，为什么选在了雪地呢？看这个电池啊，你们就应该明白了。我之前在雪地啊探索了不少雪地神殿，虽然到头来一个都没探索成，但是这里的房子啊我却没怎么探索，所以说我这一波绝对是一劳永逸。哎，不对，一劳永逸的意思好像不太对，兄弟们，应该说是一箭双雕。既得到了砖块，咱们还能探索一些啊没有探索的房屋，得到一点电池，哪怕是1块也好嘛。很显然，这次我来啊，那肯定是赚到了，因为我已经得到了电池。很快啊，我就回到家，看到了吧？目前这个工程已经快完工了。然而就在这时呢，兄弟们，我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！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哎，我去，又没了，兄弟们，一点不扒瞎，兄弟姐妹们，我刚想上去干他来着，敢刷在我家里，这不是找死吗？这不是，算你小子识相，我这暴脾气，差点我就跳下去了。
不管他，一会儿他肯定又刷新了。我没有怂啊，也没有害怕，兄弟们啊，我只是觉得现在建城墙比杀他更重要。就这样，不知不觉来到了生存的第141天，再有3天的时间，我估计这个城墙啊就可以竣工了。现在啊，我要干件大事儿，那就是把我的护城沟再给它扩大一格。因为我发现现在的丧尸，无论他冒不冒紫火，当然了，冒紫火的会更厉害。哪怕有一些丧尸他不冒紫火，他也有一个属性加成，大多数属性都是速度。就我这个一格的护城沟，它加速冲刺的话，一下就过来了。这个建议呢，好几期视频都有粉丝提醒我了啊，所以说呢，咱们今天给它做一做，加大2格宽，没有什么难度，很快我就挖完了。兄弟们，你在家中睡觉，有人趴在窗户上看你，你是一种什么感受？这失落的灵魂真的是臭不要脸。于是我心生一计，看以后谁还敢看我。哎，对了，兄弟们，哨兵这个小探头是360度的吗？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么一个奇怪的问题？距离城墙建成还差最后一步。今天我又来到了雪地啊，运气也是非常的好，兄弟们，这小电池啊我又得到了。打开我的背包看一下啊，目前已经有3块电池了。上期视频咱们制作出了 EXO 的帽子，所以说我现在还差3块电池，全是一块一块干出来的啊！我绝对不私底下搞一些投机倒把的事情啊。Day 4，生存第145天，兄弟们，城墙全部建成，接下来咱们就要开始武装基地。至于怎么武装，我都说过很多次了。外城墙放一圈哨兵，如果还能有条件的话，再围一圈铁丝网片。然后基地内部的布置啊，我就再看吧。因为建成以后，咱也不知道这个刷新丧尸的数量，我估计呢应该不会太多，到时候我看一下吧，针对性的应对一下就可以了。那行了，兄弟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